那我们现在来为4张图做一个比较仔细一点的解说，让大家看一下这4个氛围哪里比较不一样。然后我们左下角的图呢，它是我们的原图色调，比较灰，颜色也比较脏一点。然后我们的右边呢，就是我们按照这个原图的固有色去做一些颜色变化的修改版本。那我们的左上角呢，就是一个用暖色去作为主色调的修改。那我们的右上角呢，就是使用这个冷色调去做修改的。那我们先从我们下面2张图做一个比较仔细的讲解。那大家都可以看到原图的背景呢，它的色彩变化是非常少的，它基本上都只有这个明度上的变化。那从我们吸出来的颜色，你也可以看到了，它基本上可以接近算是一个淡色系的变化。那就很容易看起来很脏，或是看起来比较灰一点。那对比起我们修改的版本呢，你可以看到了我们饱和度还有我们的色相变化了也是比较丰富的。我们有偏黄的绿或是偏蓝一点的绿。那对比起我们的左图了，它看起来了比较有这个色彩变化，比较有层次感。那大家就会明白到了，其实如果我们的颜色看起来比较灰、比较脏的话了，其实是可能是因为我们都只使用了比较小的色相变化，然后我们的纯度变化也是比较不明显。那纯度就是我们的饱和度啊。那只要我们可以在运用颜色的时候呢，多加入一些色相的变化，还有这个纯度的变化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些变化比较多的颜色。那其实某程度上呢，就是等于我们的这个常色。那我们在我们的衣服上也可以看到，那我们的衣服呢，也是，它是一个灰色、深灰、超深灰这样的一个过度变化。那我们经过修改之后呢，我们的灰色除了比较接近白色的灰色，我们还有一个偏蓝一点的灰色呀，偏暖一点的紫色灰调，还有偏绿的灰色。那其实就算只是这些细微的色相变化调整呢，它已经可以让我们的衣服的颜色看起来没那么死灰了，看起来也没那么脏了。那同样的，你可以注意一下我们的脸部，你可以看到了我们的左图，它的脸部看起来了，你会感觉到它是比较平面的。可是我们的右图了，你会感觉到它是有一个微微的曲线，你会感觉到它的脸颊看起来是比较蓬一点的。那其实我们除了阴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脸颊看起来比较立体以外了，其中一个让我们的脸颊看起来比较立体的原因是在于我们的颜色运用。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脸颊了，它的中部脸部的中间位置，我们使用了一个饱和度比较暖的橘色肤色来做一个过渡。然后我们下巴的位置呢是比较灰的，
那你就可以感觉到它下巴是有一种往内收进去的感觉。那其实也是跟我们之前所说的渐软冷有一点关系。那这个暖色让它的脸部看起来了有这个变化以外了，它这个暖色也让我们看起来感觉它是比较接近我们，它有那种凸起来的感觉。所以呢，在我们除了使用阴影上可以帮助我们营造这个立体感以外了，我们在使用颜色的运用上呢，也可以让观众更能感觉到我们这个物件的立体。那我们接下来了就可以来讲一下我们的冷暖色。那你可以看到，就算我基于原图的固有色去做一些色彩变化，你还是能感觉到它的色彩丰富度跟上面两张比起来了，还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分别的。那下面的这张图比较像是基于我们比较前面的章节所说的，调整我们的色相跟饱和度去做变化会得出来的练习成品。那下面这两张图呢，就是比较接近套用到我们比较近几章所说到的概念，就是要改变我们的固有色，要让我们整个构图的气氛往上同一个色调。然后也可以在里面加入一些不同的颜色小对比。那我们可以先从比较简单一点的物件的固有色开始说起。那你可以看到我们这4张图的衣服了，它都是一种比较米灰一点的衣袖颜色。那你可以看到了。这4张图给你的感觉应该的都是一种白色、灰色的衣服颜色。可是我们分别吸这4个衣服的颜色吸出来，你会发现暖色的衣服了，它是比较偏黄；冷色的衣服了，它是比较偏向蓝色一点的。可是如果你看整体的构图了，你还是会感觉到我们的这个浅蓝它就是白色。或是我们可以吸一下我们这个背后的树的颜色。我们吸一个最深的颜色，你也可以看到了，它其实也是4种不一样的颜色来的。可是我们一样会感觉到了。它后面的树了，一样是比较深颜色啊，比较偏绿一点的颜色。那就是我们整体的氛围对我们固有色的影响了。为了让我们整体的构图了都是偏向同一个色调了，我们是需要去改变我们每一张图的固有色。否则的话呢，就算我们背景的颜色画的比较好了，我们把我们的固有色的角色放进去了，它的整体画面还是看起来很违和的。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去改变这个固有色的重要性。为了让我们的整体色调都倾向于同一个方向。那我们再深入一点看这个暖色跟冷色的话呢，你可以注意到它其实呢，它的光影还有它的氛围也会给你不一样的感觉。就好像我们这个暖色呢，它是比较偏向一个白天的气氛。你可以看到它的光，是有一点树叶挡住了漏光啊，等等，它比较有一些光斑在上面，会给你一种比较活泼一点的气氛，比较开心啊，比较悠闲一点的。可是我们冷色的图呢，它会比较让你感觉它是偏向在一个有月亮的晚上。
这个角色在森林里面，你感觉他可能是比较孤独一点的。那这个也是我们这个颜色跟氛围帮助观众去感觉到我们每一张图情绪的其中一个展现。然后我们在这2张图片上呢，也可以看到我们比较近角色的树了，它是颜色比较深、比较丰富，颜色饱和度也是比较高的。越离我们观众越远的颜色了，它就越来越淡，越来越灰，纯度也越来越低。那这个也是我们之前讲的近纯远灰的一个层次技巧呀。那我们先从我们的暖色开始说。我们的暖色你可以看到，因为我们的颜色它是比较偏向浅色的头发吧，我们角色的头发比较偏向浅色，所以它会比较容易逼我们的光，我们的暖光去染上一些颜色，所以我们的头发了，它就变成一个比较米黄色的状态。然后它的阴影呢，我们用了比较紫色的灰色去刻画，然后里面再混了一点冷色的灰蓝色，还有一些绿色，然后同时保留了一些棕色，然后同时我们也不会忘记我们的明暗交界线是会有这一个高饱和度的分界线，为我们的画面添加一层丰富。就算是亮面呢，我们也可以加入一些常色的改变呀，让我们的亮面颜色变化更丰富。